大家好啊！2025年即將尾聲，今天我又想聊聊烟火气里的清醒。馬小梅的日子為何過得這般穩當？同樣是聚光燈下的家庭，有人把日子過成雞飛狗跳的鬧劇，馬小梅卻把一地瑣碎釀成了滿是煙火氣的甜。她從不是依附誰的菟絲花，而是拎得清、看得透的生活掌舵人。聊起坐月子的安排，她通透又體貼。婆婆都70歲了，總不能讓她操勞，老公也還要工作要出差，也不能為了我罷工，乾脆利落決定回台灣，在媽媽身邊安心待產。不糾結，不內耗，只選最舒服的方式。对了，我婆婆的是70了，你不可能讓她就算我在月子中心，就算我在家，你也是得要有人吧？但我不可能，我婆婆就是一直来啊，不可能，因为她都幾歲了。然後我老公也得要出差啊，他不可能為了我就是罷工1個月吧，就是不工作什麼的，他也得出差啊，常常也不在。所以坐月子這1個月，我覺得我應該是有自主權，可以決定我要在哪坐月子吧，而且我又不是坐了月子。在這坐月子我就不回來了，我又不是說我坐了月子我就不回來，是不是？我坐完月子就坐1個月而已就回來了，對吧？我又不是說我坐了月子我就待着，我坐完月子我就回去了。和婆婆的相處之道更是讓人豁然開朗，有分歧但不追究，各退一步的默契，遠比爭個對錯更顯智慧。會啊，我婆婆還好，我婆婆不太會干涉我什麼，就我覺得我跟我婆婆有個默契，即便我覺得人是這樣的，我婆婆可能說什麼事情我不一定認同，或者我說什麼事情我婆婆不一定認同，但是我們並不會把這件事情去追根究底，就是說你一定要聽我的，我一定要聽你的，就是我們不太會這樣子，就是婆婆會說給個建議，然後我可能也會說給我個想法，然後大家就是各退一步，所以我不太會干涉我什麼事情，也還好，而且我覺得我也沒有做出什麼離譜的事情，所以我婆婆也真的平常不太會干涉我。鏡頭裡的她聊起孩子的日常，滿是暖意。大寶跟着她媽媽睡，二寶伴着阿姨眠，帶娃逛街吃烤肉。撞見孩子因堆積作業崩潰時，也只是溫柔催促，沒有焦慮斥責。大寶跟我媽媽一起睡，然後楊阿姨跟二寶一起睡。他們從小就是這樣睡，他們沒有單獨睡過。他們一直都是對大寶跟我媽一起，二寶跟楊阿姨一起。但如果 Sam 平時在的時候，就是 Sam 跟二寶一起，楊阿姨跟大寶一起。他們好像不想分開睡。但是大寶有時候跟我媽聊天什麼的，我說也挺好的，沒有什麼不行。我跟你講，我今天就帶他們1天嘛，然後還挺開心。在晚上我還去跟他去吃烤肉，還挺開心的。其實吃到一半跟我說，我功課沒有寫，就是崩潰了，你知道嗎？我說趕快吃完，趕快回家。但是他下一秒就跟我說那我回家寫作業。然後下一秒跟我說我不想回家，不想寫作業。但最後還是回來寫了啦，因為太多，累積了4、5個作業沒寫。她把繼子女的生活打理得妥帖，也把自己的孕期過得井井有條，嚴格遵守每周體重增長不超0.5公斤的醫囑，精心搭配有肉、有魚、有蔬菜的營養餐，怕水腫就忍住不碰心愛的酸辣粉濃湯，清醒又自律。然後我怕我隔天會水腫，現在已經10點半了，你知道我現在也不是很瘦，我現在已經50.6公斤，50.5公斤，然後我每一個禮拜只能增長0.5，就是醫生大概有給我一個範圍，所以我就是在那個範圍內穩定的增長。我就怕我喝了之後，我隔天就會很腫，那怎麼辦？面對孕期容易 emo 的情緒陷阱，她自有一套應對法則：別總待在家裡，力所能及的工作、社交、接觸外面的世界。於是，身懷6甲的她依舊穿梭在直播間和新店籌備現場，用忙碌驅散焦慮，用充實穩住生活的節奏。然後我跟你說，有很多人都說什麼，我有一些朋友都說，他們身邊的認識的一些人，可能呢就是在這個特殊時期的時候，就是什麼激素反應，然後呢就會特別的 emo， 然後 emo 的時候就是會每天哭呀，或者不開心啊，或者什麼什麼什麼。然後我就說，那他們是不是常待在家？他說對，所以我就覺得你們在這個時期的時候，我覺得還是不要停止接觸外面的世界，就是還是要多出去走走，然後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，然後去工作，然後去接觸不同的人，然後去社交，你明白意思嗎？你就不會有這麼多情緒，然後這麼多就不開心，就你會舒服很多。就連選聖誕禮物，她也拎得清。老公挑的項鏈貴得離譜，又不合心意，便果斷換成自己喜歡的款式，不被昂貴綁架，只選值得。這個項鏈的故事呢，其實我老公
準備了一個聖誕節禮物給我，但是呢，他準備那聖誕禮物，他不確定我喜不喜歡，然後他就告訴我說，我有一天我就因為我也給自己準備了一個聖誕節，我也想給就是犒賞一下自己，我也想自己給自己買一個聖誕節禮物。然後我那天就跟我老公說，我老公要帶我去一個商場，然後我就說，哦，那你先陪我去一個地方，我說我想去看看一個項鏈，他說你要幹嘛？我說我想給自己買一個聖誕節禮物，我說你不用給我買，我自己給我自己買。他說我剛好也要給你買一個項鏈。他就這麼說，我說哈，他說對，我本來要給你驚喜的，但是他說我還是先告訴你，因為我拿不準那個東西你喜不喜歡。然後我說好，然後我們就去了那個商場，然後就去看那個項鏈，就不看還好，一看我差點真的下巴沒掉下來。第一，那個價格呢是這條項鏈的3倍，很貴，然後我又覺得那個設計又不好看，很像一個。那個設計，我不能這麼說，因為人家品牌也是挺有名的。反正設計很不好看，然後又很貴，我就繞了一圈，在那個專櫃繞一圈，我就10分鐘，我就說好了，我就說謝謝，然後我就出來了。我就跟我老公說，我說那太貴了，我說那麼貴，然後那設計也不好看，我說不要買那個。然後後來就挑了這個。對，我老公本來挑的比這個還貴，但我覺得那不好看，然後又沒有那個就不值，我覺得。他大方曬出孕肚，笑着分享自己的養胎小祕訣。主食減半，多吃柑橘和低汞深海魚，每天堅持凱格爾運動與泡沫軸放鬆，各項產檢指標穩穩當當。身懷6甲的他，從沒有放慢前行的腳步，哪怕從台北飛抵北京後，直奔直播間，依舊保持着飽滿狀態，認真試吃麻六記的每一款產品，細緻講解品牌福利，甚至公開線上店鋪月營業額的真實數據。忙完直播，還會投身新店籌備的工作中。高強度的節奏裡，藏着他對事業的熱忱與擔當。面對外界假孕的質疑，他不卑不亢，直接先一展示孕肚，調侃着演技要是裝的，該拿獎了。面對漫天的輿論雜音，他始終溫和而堅定，用熱氣騰騰的日常告訴所有人，專注過好自己的日子，才是對紛擾最好的回應。不被定義，不慌不忙，這就是馬小梅，在聚光燈下活成了自己的太陽。外界的看衰聲從未停歇，可他偏有本事把日子過成自己的模樣。有爸媽做後盾，有和伴侶同心的底氣，更有拎得清的清醒。即便未來還有無數挑戰，這樣的他也一定能把每一步都走得穩穩當當。其實我們這些普通人的日子本就沒有那麼多轟轟烈烈的劇情，最戳心的幸福從來都是藏在一餐一飯的煙火氣裡，藏在一家人不吵不鬧的安穩裡。看馬小梅的故事，我們看的不是什麼豪門橋段，而是心裡最向往的那種穩穩的小日子，不用大富大貴，不用雞飛狗跳，家人在側，3餐4季就足夠踏實。說起來，這個頻道走到今天快滿1年了。當初敲下第一條文案的初衷，不過是看着汪家被推到風口浪尖，被各種罵聲和道德審判裹挾，我忍不住想發出一點小小的聲音。那時候我甚至懷疑過，是不是自己的價值觀出了問題。畢竟這個時代，輿論好像可以花錢買來，喧囂的浪聲裡，往往藏不住最真實的聲音。2025年的最後一條視頻，回望這一路，有共鳴的感動，也有對未來的迷茫。除了分享汪家的相關故事，我不知道這個頻道接下來會走向何方。也許2026年會有新的規劃，會遇見新的故事，誰知道呢？最後，提前祝屏幕前的你們新年快樂！願我們都能在紛紛擾擾的世界裡，守得住內心的清明，把自己的小日子過得熱氣騰騰。如果你也喜歡這種關於生活的煙火氣分享，喜歡看普通人視角裡的溫暖與清醒，別忘了點讚加關注，我們一起在別人的故事裡尋自己的小確幸。謝謝大家。他在深圳，他明天回來。他這2天不在，他這2天出差了。然後他出差那一天，人已經要那個到要去家裡那個什麼，都已經要出電梯了，就是要下電梯要出發了。他問我說：“你要不要跟我去？”我說：“我不要。”我說：“我去不了。”我說：“我太累了，我去不了。”然後他去2天，明天回來。對啊，我現在還2邊跑，但我快不能跑了。今天來到了我們深圳。大悅城的麻六記店長張婷，我這家店第一次來，真挺漂亮的，是不是？這家店我覺得挺漂亮的，以後應該好好的弄一下，金屬風啊，有国潮風啊，還有這種板前啊，对，氛圍也很漂亮，川菜的那種特色融在一起的這種感觉。歡迎大家來我們深圳寶安大悅城來麻六記。